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回来讲统帅的消息。在国服那边已经确定了他们下一次的 MGE 就是匈牙提。是的，没错，远程统帅终于进入了 MGE， 而不是在转盘上面。我认为官方会这样子分配，主要是因为远程统帅真的没有多少玩家肯去培养。再加上他们这一次推出的领袖统帅斐利二世终于不再是驻防统帅了，而是真正的野战统帅，所有兵种都可以使用。比较起远程统帅，新的领袖统帅吸引力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各位准备好你们的镜头了，领袖统帅就是这一次的转盘统帅。至于另外一位远程统帅就通过玛格丽特或者是类似像加查马达的方式获得。然后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国服推出的时间，也不难猜测出国际服推出的时间，那其实跟我上次所猜测的时间是一样的，也就等于说有很大可能我们在12月3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领袖统帅的野战报告了。那么当然的，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希望自己能够亲自去觉醒尝试，可以看到实际表现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过可以看到国际服推出的时间会比较迟一点，在12月16日。那其实我有好几个问题想要问啊，就是远程统帅跟领袖统帅会不会有替换？我们从第6代的领袖统帅开始啊，就是出现菠萝头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有2代领袖统帅是往驻防方面去发展的，然后也是同时间推出了远程统帅，延迟了1次 MGE， 但是到了第3次的时候就换成领袖统帅变成在转盘上面。我在想着说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两次替换，就比方说2代的领袖统帅都是偏向于驻防的，2代的领袖统帅都是偏向于转盘或者是野战的，当然也有可能是2代驻防1代野战2代驻防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周期。下一个问题，是否官方是已经固定了统帅出现的周期？各位可以注意看，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固定在70天，还有包括这一次的领袖统帅也是在70天，这已经连续3次了，在以往的记录是从来没有看过连续3次都是在70天。我认为他们固定在70天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周期了吧。那么为什么之前推出统帅的时间并没有固定，有时候84天，有时候56天，甚至更久的98天都有？我认为有几种可能啊。第一个可能就是官方那边可能来不及做新的统帅，第二个可能就是他们忘记了，第三个可能就是要配合国服的时间。而国服他们比国际服还要慢了2年，所以他们推出统帅的时间也会比较慢一点，变成说时常国际服已经有这个统帅了，但是国服还没有推出。假设差距拉得太远的话，就变成说有一些国际服的玩家已经测试了这个统帅到底好不好用，当国服的玩家已经知道之后，他们可能不会投资一些宝石或者是金头在这些统帅上面，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心思，也是一种手段来的啦。当然这个纯属我个人猜测而已。 OK， 第3个问题，那么新的骑兵统帅什么时候推出？既然我们都已经推测到有可能是固定周期在70天之后就会推出新的统帅，那么很大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会在明年的2月10日推出新的骑兵统帅，这个是国服啦。在国际服就会在2月24日，就等于说推出这个新的领袖统帅不久之后就会推出骑兵统帅啊，各位做好心理准备，2月而已。而且我觉得在官方经历了第9代的统帅全部都是废物的情况之后呢，可能他第10代的骑兵会加强，并且各位还记得吗？官方有说过之后他们会推出军器转换系统，可以把某个阵型的军器转换成另外一个阵型，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配合3线阵推出连击伤害的骑兵统帅，但是强度如何我就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像我之前所推测的那样，如果要推出一个新的伤害系统的话，其实要等1年左右，因为玩家可能消化不来啊，才刚推出原型阵，突然之间就叫我去弄一个3线阵，是怕速度推出的太快，玩家会消化不来。而且官方之前的策划面对面也是有讲过，大致上他们想要推出的东西都已经推出了，但是有没有包括3线阵我就不知道啦。所以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又是玩骑兵，但是又有考虑这个新的领袖统帅的话，可能要仔细去看一下你的镜头够不够用。不过当然的，有一位骑兵统帅可能是集结，另外一个是野战统帅，有可能另外一个集结你用不上。所以我个人给的推荐就是，如果你目前拥有的镜头没有办法去觉醒一个半的统帅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投资在斐利二世，又或者你可能要放弃掉第10代的骑兵统帅了。但是对我而言，斐利二世真的是太过吸引人了，因为它真的什么兵种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会选择2个都要。假设你跟我一样可以马上觉醒2位统帅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投资金头在斐利二世上面，而且也是纯骑兵玩家。因为老实说，现在的全骑兵队伍搭配呢，真的不太行了。我有很多次报告都是亏损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搞腓力2世的话，就尽量去搞吧，然后再等一下第10代的骑兵，我希望是真的有 AOE 啦。OK， 那么在讲完新的统帅还有统帅推出的时间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讲最近更新的一些小细节。首先就是统帅置换功能，我相信有不少的玩家一直认为说，哦，我可以把统帅重置啊，我可以拿回镜头，但事实上只是把旧的统帅转换成新的统帅而已。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哪一代的统帅可以转换成新的统帅？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回详细的规则，这里有写到，只是暂时性可以让第3赛季以后的玩家可以替换一次。之后这个活动只会出现在 KVK 2失落之地结束之前，或者是之后上线这个活动。那你们想一下，假设说是在 KVK 2结束之后的话，你们会有什么统帅？就是第1跟第2代统帅而已。而且官方这边给的配图就是铁木真转换成霍去病，所以我个人猜测啦，可能就只有第1跟第2代而已。但是有一些第1代统帅是可以通过黄金宝箱获得的，那么这些统帅能不能够转换过去？这个也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那也有可能就是像官方配图所显示的，只有第2代之后的统帅才可以替换。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细节就是这里有写到一位统帅只能够置换1次而已，也就等于说，如果你还有很多黄金宝箱，你打算先把一个统帅转换成另外一个统帅之后，再通过黄金宝箱又或者是采集统帅的宝箱再开出那个统帅转换多一次是不可以的。下一个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的军器转换，那么这里有提到是在2025年1月。在前面我就有跟大家说过了，新的骑兵统帅有很大可能在2月出现。假设官方会认为说，哦，推出这个东西之后，玩家或许能够比较容易接受新的阵型啊，就比方说他们当时候的骑兵就推出3线阵，那就很大可能新的骑兵统帅就会有连击伤害了。但是在规则里面就有说到，如果你们要替换的军器越多，铭文的质量数量越高的话，我们所需要用到的消耗材料数量也会越高。重点还是那一句，这个东西可以通过礼包获得，所以各位就做好心理准备吧，因为我看到这边什么 KVK 还有活动获得，这些都是会比较花时间的，甚至 KVK 更加麻烦，你要等 KVK 可能结束之后才可以获得。那么最后就是紫色的远程统帅，我相信大家会比较期待这个，但是只有看到1位统帅而已，照理来说应该要推出2位才对。但是各位，你们还记得吗？官方之前有说过，在明年，也就是2025年就会推出新的文明。那一般推出新的文明的时候，就会推出新的紫色统帅。那么会不会有可能这位新的远程统帅就是新的文明统帅呢？但是我去搜索了相关资料，我感觉这个剪影比较像是维多利亚女王。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她的头纱，还有手上所拿着的扇子。但是我总感觉如果把维多利亚女王设计成紫色统帅的话，感觉有点难道他们之后又打算要批化了？这个各位可以猜得出这个剪影到底是哪一位统帅吗？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